天正19年正月，從奈良郡山城沿畿內官道向四方傳來消息，大和大賴岩豐臣秀長病逝，享年52歲。然後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倒塌。同年2月，千利休被秀吉刺死。次年文禄元年，日本15万大軍渡海進攻朝鮮，拉開了綿延7年、耗盡諸侯財力與民心的文禄慶長之役。3年後，豐臣政權的儲君關白秀次被逼上高野山切腹，隨後他的妻妾子女在京都3條河原被公開處決。秀次的家眷大多也是代表家族來與儲君建立聯繫的各路諸侯或京中大員家出身，其中有一個女孩是山形藩主最上義光的女兒居姬，年僅15歲。她從遙遠的東北啟程，一路長途跋涉的趕到京都嫁給秀次，結果連秀次的面都還沒見到，就因此被斬首了。這4件事，任何一件都是對豐臣政權的巨大打擊。而如果一開始秀長不死，可能後面3件事都會大不一樣。今年的愚人節勞動，我們來假設一下，如果豐臣秀長的命比德川家康更長的話，可能會發生什麼變化？當然了，讓歷史人物比誰的命更長這件事本身就不太體面，但是鑑於我去年忙着找工作，甚至都忘了更新這個系列啊，也體面不到哪兒去。這個話題我來做倒也般配。這裡是花散裡，喜歡這樣的內容記得先點讚訂閱喲。那我們先幾句話回顧一下豐臣秀長究竟是何許人也。秀長是秀吉的義父弟弟，生於1540年，在各種記錄中最常被稱為大和大賴岩。豐臣家將4國征伐和9州平定的首功算在秀長頭上，憑借這份功績，他獲封大和、紀伊、和泉3國，合計大約110萬石，成為了當時的頂級豪強之一。大友家文書則寫道，秀長曾對大友宗麟說，如果有需要麻煩豐臣家的難事，內事可先問宗義，也就是千利休，公事必先問秀長。這也是各地大名心照不宣的一個規律，如果在秀吉面前碰了壁，可以回去找千利休和豐臣秀長。被秀吉當面羞辱的，秀長會私下找你幫忙回旋。用今天的视角，秀吉是那種發完脾氣需要 HR 幫忙善後的老闆，而秀長則是那個永遠在加班的 HR。秀長在大和、紀伊、和泉的治政，成功的把原本把持當地的士社勢力逐步和平壓制了下去，為豐臣家提供了緩衝地帶。秀長給人的印象是永遠在秀吉身後半步的位置。日本史中則認為秀長是豐臣政權的穩定核心，他的早逝與此後豐臣政權的政策失控有直接關係。那麼進入正題，如果秀長的命更長一些，歷史可能會如何改變呢？首先就是在真實的歷史中，秀長死後的那個2月，千利休突然觸怒了秀吉，隨即被勒令謫居芥地，不到1個月，切腹令就到了。至於觸怒的原因，現在仍然沒有任何定論。流傳最廣的版本是千利休贊助修建大德寺，建成之後呢，住持為了表示感謝，在山門上安置了穿草鞋的利休木像。結果秀吉路過時勃然大怒，質問僧人是不是要讓他被千利休踩在腳底下。這個理由放在55歲已經做了很多年天下人的秀吉身上就太荒誕了，所以也只是作為一種異說。嚴肅的解釋中，最常用的說法是，秀長死後，千利休無法獨自制衡秀吉，也失去了面對政敵時的保護傘，最終使得反對他的勢力浮出水面。多條謠言流傳開之後，秀吉乘機處理了這位權臣。另一個比較嚴肅的小眾解釋則是，因為千利休在秀長死後的第2天單獨與德川家康閉門長談，而秀長死後，千利休和德川家康實際上分別是豐臣政權的行政2號人物和軍閥2號人物，這使得秀吉擔心2人有針對他的陰謀，而秀吉自己則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秀長，因此選擇在還能殺死千利休時直接出手。無論如何，秀長若不死，秀吉和千利休也沒有擴大矛盾的理由，雙方都不會明顯感到來自對方的威脅，要採取敵對態度所要付出的代價也會非常大。本來豐臣家的財源獲取方式是千利休做頂層設計，作為大管家的秀長在為豐臣家斂財和收集名聲上頗為依賴千利休。當初秀長對大友宗麟說內事可先問宗義，也是明確的釋放千利休有豐臣家做保的信號，以至於如今全日本都知道，得到千利休的支持就能在經濟中心芥地把生意做起來。無論對地方諸侯還是对豐臣政權內的人，這種經濟和頂層結構的穩定是持續放心活動的前提。但是經歷了重病，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的秀長，也開始認真考慮自己和秀吉的身後事，得到了包括前田利家、德川家康等等頂級豪強尊敬的千利休。無論是秀長死後還是秀吉死後，都很難獨活。而即使雙方都希望他能和平落地，這件事本身也不是秀吉和千利休之間就可以直接談判的。因此，秀長乘着自己重病恢復的機會，和千利休商量萬一自己病死之後的安排。於是，千利休逐步將外交人士大总管的權柄和商人領袖的地位
交給豐臣秀次和豐臣秀保，最終回到了民生和茶聖的位置得以善終。而後出兵朝鮮的準備工作穩步推進，終於到了可執行的位置。虽然秀長依然保持公開的反對態度，但是作為豐臣政權領袖和日本領袖的秀吉也有不得不這麼做的理由。最後秀長並沒能改變日本出兵朝鮮的計劃，因此決定等待戰爭轉折。秀長也知道日本的國力遠超朝鮮，開戰初期必然是無往不利，但是當下豐臣政權的財力卻無法支撐長期的遠洋戰爭，於是他希望等待日軍受挫打擊秀吉的決心時再提撤軍。總之就是等老板自己發現這個項目虧錢，你一直提老板的問題，那真的出問題的時候就是你的鍋了呀。開戰初期日軍果然勢如破竹，但是一段時間後，前有明軍介入，後有朝鮮軍游擊，補給線瀕臨斷絕，有些部隊私自停止進攻，因為現在即使進攻仍能取得戰果，也顯得意義不大了。這正是秀長可以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時間點。他和德川家康共同进言，國內疲憊，應該從朝鮮撤軍。這次秀吉不用在遺囑裡命令撤軍了，他可以通過展示對組合派大員的強硬，繼續維持自己的權威。最終撤軍的大方向很快決定，朝堂上演了一出撤軍條件的戲碼。秀吉堅持要求以明朝無條件恢復勘和貿易為條件撤軍，秀長則主張雖然戰局沒有勝負，但是作為主動進攻方，可以付出一些沒有實際利益的妥協來停戰。無論如何，日本不會第二次出兵朝鮮了，都不想在朝鮮徒增消耗的日本和明朝停戰談判也很順利。但是因為戰功難以兌現而被實際削弱的豐臣系武功大名們依然成了遺留問題。同時在戰爭中，文字派官僚負責統籌後勤，武斷派武將在前線浴血，雙方在糧草調配上積累了激烈的矛盾，最終形成了以石田三成為首的文官集團與以福島正則為首的武將集團之間的長期仇怨。非豐臣系的外部大名们也不得不選邊站隊。由於秀吉獨排眾議，執意發動朝鮮戰爭，最終沒有取得任何好處，反而搞得諸侯不和。加上戰爭期間，實際上豐臣政權的國政已經是以秀長和領領配合秀次的形式進行。再次與千利休飲茶談話之後，秀吉也認為是時候退居幕後了，既是給全日本一個交代，也是為了豐臣政權的將來。他下令修建福建桃山城，自己入住隱居，如無大事可交由秀次決斷。由於秀次重用中下層貴族出身的官僚，並且很好地平衡了公家與武家的利益，日本的戰後恢復成果優秀。日本各界接受了豐臣政權的新一代執政集團，後陽成天皇也親自為秀次時代的儲備幹部們背書，看似和平已至，一切向好。然而到了1593年，閒下來的秀吉竟然在超過50歲的高齡和查查生下了豐臣秀賴。退休老板最可怕的事情，一個是他還想管事，另一個是他突然冒出個兒子。很不巧，秀吉都占了。雖然秀吉依然維持非大事不出面的隱居狀態，但是被認為是近江的公主的查查和身為近江派領袖的石田三成，在秀賴出生的契機下相互扶持。豐臣嫡系武將與文官的仇怨中，逐漸多出了近江派和尾張派的對立。而豐臣家祖母玲玲恰好被認為是尾張的公主，這種矛盾又進一步在內臣中蔓延。時間來到文祿4年，又一樁大事驟然而來。關於關白秀次的流言在京都滿天飛，說因為賀松殿下出生了，太閣殿下不打算傳位給關白大人了。繼而又有流言說，得知此事的秀次對前途絕望，性情大變，開始以殘暴荒淫為樂。最後變成了關白害怕自己的權勢太大，擋了賀松殿下的路，想要先下手對太閣不利。由於秀次又是近江派又是文官派，更何況他與福島正則積怨很深。傳聞福島正則曾對部下說，如果秀次成功即位，自己就死定了。即使他在執政中力求平衡，這種事一旦發生，也難免顯得對武將派有利，太多人有嫌疑了。謠言事件的調查變得異常困難。如果很多人都覺得一個謠言對自己有好處，那麼他基本上是很難被揭穿的。就像日本投資房的坑，總有外國人會去接盤的。那這當然是秀次解決不了的大事了。於是秀吉命令秀次向自己遞交一份誓言書，希望以此消除疑慮。而後秀吉組織福建城賞花會，邀請秀長、秀次、石田三成和前田利家同席談話。結果還沒有見到面，其他3人的轎子就各自被石田三成的幕僚阻攔，說因為秀吉突然健康惡化，今天的談話取消。但是消息沒有傳達清楚，秀次誤以為是臨時將自己排除，越想越覺得可能是大佬們在商量如何安置自己。為了表示自己願意裸退保命，直接剃髮前往高野山。消息傳出之後，秀吉懊悔不已，同時也對秀次的評價一落千丈。但是豐臣家出身低微，除了秀次已經沒有
可以備用的儲軍了，還是只能安排石田三成、工部继潤和福島正則前往安撫秀次。同時秀長也是剛回到郡山就收到了這個消息，又馬不停蹄地返回大阪。結果石田三成的小隊前往之後，回到大阪替秀次說了很多好話，也帶來了秀次絕無心謀反的消息，建議此事就此接過。工部繼潤的小隊回來之後，也是帶來了秀次絕無心謀反的消息，但提出了由秀次輔佐秀賴到成年的提案。秀吉也在判斷前2隊人馬誰隱瞞了多少消息，哪些是秀次真實想法，想要等秀長到了再商量今後應該如何處理。這個時候福島正則的團隊回來，卻帶回了秀次畏懼懲罰已經切腹自盡的消息。這下徹底震驚了秀吉和剛剛趕到的秀長，只能暫且獎賞了石田三成、工部繼潤和福島正則3人，緊急把玲玲和茶茶也叫來重新商量豐臣家的將來。最後認定幾個外姓的親戚小輩和養子確實不值得考慮，尤其是小早川和福島，你倆還是先做個人吧。豐臣秀保可以是不得已時的選擇，但是望之不是人君，很令人擔憂。選織田秀信能夠省很多事，也安全穩定很多，但是他完全沒有血緣關係，只能保留家名。最後決定只能硬撐到秀賴成年，如果在此之前有重大變故，或者秀賴在青少年時期就表現出無能，則流放秀賴扶持秀保上位。最糟糕的情況則考慮重新把織田秀信或者德川秀忠過继過來。無論如何，這次秀吉在與秀長推心置腹的商量下得以冷靜，沒有下令進一步株連秀次的家眷和親友。這一消息通知給了嫡系家臣們後，也迅速優先傳達給了前田利家、毛利輝元、上杉景勝和德川家康。最終秀次事件雖然動搖國本，但並未對豐臣政權造成持續的打擊。幾年後，秀吉日漸年邁，意識到大限將至，他邀請舊戰友們最後一次團聚飲酒，也是交代托孤事項。最後做出了武大老和武奉行的安排，但是大老和奉行均不設首席，必要時由秀長节制。1598年，秀長就任关白，完全取代秀吉成為丰臣政權话事人。秀保繼承其領地，稱大和中納言。同年，秀吉病逝。而後1603年，依照秀吉遺言，豐臣秀賴與德川千基完婚，豐臣千代丸繼承八幡山城，稱近江中納言。同年，德川家康、毛利輝元、前田利家分別開幕，就任征夷將軍、征西將軍以及北路將軍，3人均在福建城由關白丰臣秀長轉交天皇任命狀。如此一來，大將軍職位重新回到了飛鳥奈良時代的初衷，秀吉心心念念的公武一體政權終究成型。日本歷史也從中式武士時代走入了近世帝國時代。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分享還有熱推呀！我們明年愚人節再見。